一个正常的家庭是由爸爸妈妈和孩子组成的，但我家只有我和我爸。大约是因为我们家不太正常，我和我爸也不太正常。我爸乔赫不到40，因为我就过上了白天开路虎，晚上做功课的生活。至于他做什么功课，功课很多，比如他日常看的书，女儿被黄毛勾引怎么办？女儿在学校被欺负怎么办？女学生自卫800招如何训练女儿徒手劈砖？女儿被狂徒勾引后该如何合理的打死狂徒？后来为了防止我自己眼界低、恋爱脑，他在我并不平淡的人生里制造了一系列的破事。比如他总爱把自己弄成各种各样的形象，提前帮我开阔眼界。他有时候是街边爱打架的混混，有时候某视频软件里爱扭腰的帅哥，更有什么黑皮男大，什么清纯男高。他是今天穿着冲锋衣，明天就蓝白校服，今天是黄毛，明天穿露腰加紧身裤。刚开始还觉得有趣，直到后来我看着对我示好的男同学能想起我爸，我看打篮球的能想起我爸，我看到 gay 都能想起我爸。再后来校爸给我表白，校爸叫于禁，说实话他除了染了黄毛，其实没什么太大缺点，长得不错，白白净净，一身小皮衣，肩宽腿长，性格也不错，有点傲娇，有点闹腾，成绩也是能进1本那种。我们俩是认识几年的朋友，他那时满怀自信的捧着玫瑰把我堵在墙角，乔妹妹，喜欢哥吗？哥的帅你是不是超爱，幻想跟哥的日后生活吧？我看着他的黄毛，稍微幻想了一下，然后就联想到了我爸。3秒钟后，我推开他，冲进厕所吐了半个小时。出厕所时，我平静无比，于禁凑过来被我踹了一脚。滚！谁让你喜欢我的？你喜欢我，经过我同意了吗？这盛世如我爸所愿，我没早恋，后来反而喜欢上了小说。我的手机屏幕也是我最爱的小说角色。我爸那天路过看着我，又看了2眼的我屏保。他笑眯眯地说等我生日，他要给我一个惊喜。我乐了，问他什么惊喜。下一秒，他侧头看了我一眼，揪着我后颈拎出了厨房，从我的专属厨房麻溜且圆润的滚出去。我乐了，蹲在门口瞧着我爸，30多岁，还没发福，清瘦高挑，戴着一副金丝框眼镜，站在那里就透着一股文人的笔墨香，看起来有一种与世无争的文人风骨，不过也就看起来像个文人。但实际上他是搞金融的，他玩股票，有自己的公司，还有各种慈善机构。不过他这人也不太在意钱，生意稳固后，他就不去公司了。除了偶尔大事去处理一下，他平时就在家接我上学放学做饭。有时候周六周末，他会带我去转转，带我买俩烤玉米蹲路边吃半天，跟俩傻逼似的，一点也不高端。但大约注定高端不起来，我们俩都是爱吃东西的人，就像偶尔出去旅游，别人去草原是骑马，我去草原吃手抓肉，吃酱牛肉，喝奶茶，一边走一边吃，还不进高档餐厅，就逮路边摊，说什么吃的正宗。我生日一般都是出去玩，我12岁生日他带我去西藏祈福。他有钱，而且他这人也一向说话算话，这次生日说要给惊喜，那肯定是惊喜，我还挺期待的。那天我放学回家，我照常打开家门，此时我还不明白我要面临什么，我喊了声爸，没人回应，我又喊了声乔赫，他卧室里这才传来回应，你先在客厅写会作业，我一会出来做饭。我狐疑地盯着他的卧室，他又在搞什么东西，直到他出来那一刻，我乐了。他搞 cos 我不怕，可怕的是他 cos 的非常像到我一眼都可以把他和我最喜欢的人联系起来。他的短发，他的露背衬衫，宽肩窄腰大长腿，他甚至眼神都模仿的一模一样，尤其是一身的贵气。他回头那一瞬间，我乐着乐着又哭了，过分啊！以后我怎么直视我的屏保？但我爸觉得我是感动哭了，他拍拍我，你爹永远是你爹，帮我拍个照。我拿着相机给他一边布置灯光，一边哭得更大声了。比起我爸，我的学习生涯简直平淡无奇，我的生活格外平静，同学来来回回的换，朋友还是那几个，考试很多，但始终名次没怎么变。我的青春始终不够惊艳，唯有我爸在疯狂吵吵闹闹。他是什么时候变成这样的呢？我有些记不清了，但我很小的时候，
我爸还不是这个样子。我已经记不清我妈了，她离开的太早，关于她的记忆在时光的搓磨下终究斑驳的不太清晰。我只记得她叫顾青，为数不多的模糊印象也是她生得很漂亮，她爱穿着漂亮裙子，她或许是在看书，又或许是在弹钢琴，又或许在收拾花。4岁的某一天，她就忽然告诉我她想离开这里。我当时不理解这句话，我只是瞧着她，乐呵呵跑过去，在她脸上吧唧亲了一口。她又抱着亲了我好几口，才故作轻松地说了句乔小雨，拜拜。我咧开嘴笑了一下，然后按照之前她教我的样子，把手举到头顶，挥手喊着妈妈，拜拜。她走了，后来就再也没回来。我记得那天爸爸回家的时候还抱着花，他说那是他和妈妈6周年的纪念日。他问我知道妈妈去哪了吗？我摇头。后来我爸没等到妈妈，就先做饭，饭做好了，妈妈还是没回来。我们坐在餐桌前，我玩着积木，我们俩像是有一种奇怪的约定。那一天晚上，我和爸爸都没有动筷子去吃饭，我也难得的没有闹腾，我就是在玩积木，玩累了就趴在餐桌上睡着了。我爸问我要不要吃点东西，我想了想，还是摇摇头。只是那天终究没等到妈妈回来，第2天、第3天，妈妈依旧没回来。后来很久，妈妈都没有回来。我这才意识到妈妈走了，好像不会回来了。我想哭，但没轮到我哭，我爸先哭了。他就蹲在墙角嚎啕大哭，一边哭还一边喊小雨呀。爸爸就是个不争气的东西，他哭得太大声，吓得我不敢哭了。只是我爸没有哭很久，他就迷上了酒精。那时的我爸每天喝得烂醉如泥。我小时候有段时间是特别恨我爸的，因为我爸他那个时候真的每天都是沉闷闷的，要死不活的。晚上喝一宿的酒，然后在凌晨昏睡去，下午4、5点醒过来，从床上爬起来，捂着头一会哭一会笑的。不仅吓人，而且吓人，我哭都不敢大声哭，都是捂着嘴小声的哭，太可怕了。他那时候人疯了，也没有多少钱，我更是饥一顿饱一顿的。后来我奶奶就把我抱走了。我那时并不喜欢爸爸，但更不喜欢奶奶。奶奶很坏，她会掐我大腿，会拿锥子扎我后腰，她会在我耳边一直嘟囔一句话，你和你妈都是贱人，是你们毁了我儿子，你们知道我儿子原来多优秀吗？她说着说着发疯的拽着我肩膀拼命摇晃，我拼命憋住泪，等她去做饭，再找个没人的地方捂着嘴偷偷摸摸哭会。呜，真难啊！当小孩怎么这么惨啊？不仅饥一顿饱一顿的，有时候还要挨打。这个世界是不是只会欺负小孩？小孩怎么了？小孩也是人啊，呜。但我爸不喝酒的时候还是好的，他会做饭，会给我喂饭。后来小小的我也试图宽慰自己，我只是没了妈妈，他可是没了媳妇，喝点酒应该也正常吧。我小时候脑子还挺好用，总觉得有一天我爸不喝酒了就好了，所以我一直在等他主动不喝酒，然后把我接回家住。只是直到我上小学，他还是那副死样子，我妈都走了2年了，他也就只知道喝酒了。直到有一次我实在没忍住，全世界那么多小孩，怎么就我这么惨啊？我发了疯的砸了他的所有酒瓶。我强忍着哭腔喊道，乔贺，我饿，我不要去奶奶家了，你不能喝酒，你快去给我做饭。他愣住了，许久回了一句，不做。为什么不做？呜，我只是个小孩，你只是没有媳妇，可我都没妈了，我都不喝酒，你为什么要喝酒？这日子太惨了，想着想着我就哭了。呜，你就让奶奶扎死我，你也当没有闺女好了。我发疯似的一头撞在他腰上，他被撞得哼了声疼，转而愣愣地看着我。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，但是打定了主意跟他同归于尽。我撞他，我咬他，我抓他，他就看着我闹。最后我去厨房拿了菜刀，他抽了抽嘴角，一把抢了我的菜刀。他把我举起来，看着我的狼狈样，反而乐不可支。胆子挺大呀，乔小雨。我泪掺着鼻涕呼了一脸，他越笑，我越是又气又羞又难过。7、8岁的我最后一巴掌在了他脸上，哇哇大哭。乔贺，我恨死你了。是吗？是。他挑眉，恨点好啊。喜欢的东西总会腻，越是讨厌的东西再久也忘不掉。我委屈极了，哭着喊了声爸，我饿。他那天看了我很久，抱着我又捏了捏我的脸，那爸爸去做饭，
想吃什么。后来我爸就找了份工作，他在我8岁的时候给奶奶留了一笔钱，带我搬离了那个城市。他在新的城市创业开公司，他也没忘了我。他的办公室旁边有个小房间，就隔着一道门，那是我的小窝。小时候我在旁边写作业、看漫画、看书，一起吃饭。我困了就睡小房间，隔着一道门。等他下班，再带着迷迷糊糊的我。他喜欢宽敞的车型，因为宽敞的话，我在后排系着安全带睡觉很舒服。其实搬离原本城市后来的那几年，过得都很不错。他上他的班，我上我的学，甚至他公司步入正轨以后，他每天都按点回来做饭。他做饭总是特别好吃，甚至后来我毕业工作很多年，每个周末都还要坐飞机回家吃顿饭。我小学并不怎么让他费心，我就像棵野草，把我扔到学校，给点钱，甚至都不用他管，我就能自己好好学习，好好的上学。他大约也是第一次当父亲，有时候想问问我，但又不知道问点什么好，后来索性也不问了，反正我这人也不客气，缺啥都会要。这样的状态直到初2，那个时候班里有个男生叫陈毅，本来他和我没有一点关系，直到某天中午，我刚进入午休，就被同桌推醒了。我迷迷糊糊的看着眼前捧着花的陈毅，他就那么突然的表白了，他说喜欢我，我都睡懵了，一时间想拒绝，都没想起他叫啥，但班里一股脑的起哄就已经响起。没有人在意我大中午被人喊醒的感受，但几乎所有人都为他的表白而疯狂，甚至默认我们在一起了。我还没来得及解释清楚，陈毅他妈又来了。我没骂人，就是他亲妈来了。还是一天午休，同桌再次推醒了我，并悲痛开口，陈毅他妈妈现在在班主任的办公室里，点名道姓说要见你。我迷茫看着他，又指了指自己，你说我呀？我迷迷糊糊，就被同桌拽起来，就去了办公室。后来很多年我都挺恨那个显眼包同桌的，他知道那2个午休对我造成多大影响吗？我还是个孩子，我还在长身体呀。后来我甚至觉得我没过1.7米，都肯定是因为他大中午喊我。那天中午，我到底是被同桌拉去了办公室，我垂头困得睁不开眼，我都没听。但据我的显眼包同桌说，当时的状况就是，我在这边犯困，陈毅的妈妈看着我轻蔑的笑了，然后出言嘲讽了。我还以为什么样的天仙呢，勾得我家陈毅偷家里钱来买花，原来也就这样啊，长得跟理发店里给人洗脚按摩的呢。他后边说的我同桌没听到，因为我爸赶过来了，我爸当时就一脚踹翻了他的凳子，那个女人重重摔在了地上。只听我爸声音很厉，你说谁呢？而那女人被踹到，那是气得不成样子，整张脸气得通红，跟河豚一样鼓胀起来，一开口就是无数肮脏的诅咒。但我爸却没理会，他只把我拉到身后。乔小雨，你没事吧？我终于醒神了，眼睛困得发红，弱弱的喊了声爸。我爸看了我一眼，当时就怒了，回头把外套脱了。我草你妈的，我就这么一个闺女都给你欺负哭了。后来这场闹剧被班主任拉开了，而我爸带着困成狗的我回了家，那个午休终究没修成。我伏在我爸背上懒懒地问，爸，你怎么来的这么快？你车呢？我爸瞥了我一眼，才回道，超速带违停，被交警拉走了。我一想，我也解决不了，安心的睡着了。那之后，我爸捐了栋楼，给换了一个超牛逼的顶级中学。然后我爸在家当了全职主夫，除了偶尔必须要去办公室，他一般都在家待着，打游戏，吃零食，接我，做饭。周末也不去公司了，还经常带我出去玩，内蒙啊，西藏啊，法国呀，英国呀。他那一口流利的英语有时候真的能闪瞎我的眼，但我有时候会有点内疚，我爸这样牛逼，我真的很怕我爸是为了我待在家里的。有一次我实在没忍住跟他说了，他敲了敲我的脑袋，乔小雨，你在想什么呀？我腰间盘突出，医生不让我坐办公室，所以我才回家的，果然躺着是舒服啊。我抽抽嘴角，长呼一口气，腰间盘突出啊，吓死我了，还以为你不想赚钱了。我爸心平气和地关了电脑，忽然回头郑重地看着我，乔小雨，钱重要还是你爹重要？钱，我坚定不移地回答道。坏女儿，吃我一脚。
老登且慢，你我亲父女，万万不可骨肉相残啊！啊，小孩，呵，老登，报点金币，让我去买点饭菜。不买，我下厨。好的呢。我立马蹦跶去拿围裙，一股脑的塞给他。我爸拿着锅铲，顺带把我丢了出去，请我的小凡人经理我的厨房圆点。我生日过了没多久，就是第一次模拟考试，我的基本功一向扎实，考试对我的问题不大。于禁倒没考好，我大为震惊。我看着他的成绩单大为震惊，不能是因为我吧？于禁烦躁的撸了撸头发，别多想，是我家里最近有点事。我知趣的没有继续问，转头去看错题了，好半天才听他开口。乔小雨，我爸最近带回家一个女人，他爸他妈是商业联姻，都不住一起，这种情况我不知道说什么，只拍了拍他的肩膀，解决不了就看开点。好半天我才听见他又开口，你想什么呢？我爸没婚内出轨，我爸是让他睡的客房，我只是觉得那个女人长得有点像你。我看着于禁，好半天才若无其事的问了句，她叫什么名字啊？顾青。好巧啊，我妈也叫这个名字。你想见她吗？哈，于禁这个问题问的实在是莫名其妙，谁会想见4岁时就走掉的妈妈？我都不记得她长什么样子了好吗？我才不想去见她，我乔小雨就好奇到死，也不会去见她的，而且我跟她一点都不熟，我才不想知道她现在什么样子。对了，我今天跟我爸说要带同学回家，他同意了，要不跟我回家一趟，看一眼确定一下。我放下做题的笔，哦，也行吧，勉勉强强见一面帮于禁确定一下吧，就当帮于禁的忙了，毕竟我是不会主动去见的，见也肯定是因为他好奇。我和我妈快有14年没见了，我都记不清她长什么样子了，可再见，我就是能确定，面前这个女人就是我妈。于禁是打着邀请同学来家里做客的旗号把我带回家吃饭的，吃饭时我愣愣的看着坐在我对面的女人。女人生的美艳，岁月在她身上留下的痕迹并不重，一头波浪卷发披在肩膀上，温柔大方又漂亮。她在吃饭安安静静，一瞬间我想起一段模糊的记忆。那时她和乔赫带着我去游乐园哟，傍晚时分，她问我想吃什么？冰淇淋。她看了一眼冰淇淋摊位前排起来的长队，不想排。那喝可乐。她买了一瓶可乐，又买了一瓶矿泉水。我抱着可乐天真看着她，妈妈，你为什么不喝？是因为可乐太贵了吗？妈妈，小雨给你分一半好不好？她看了我一眼，乖，自己喝着玩去，妈妈不喝只是不爱。很多事我以为早已经忘完了，可再见的时候我才发现，很多还是能想起来。10几年仿佛也没有那么久远，我埋头吃饭，吃着吃着，一滴泪就落在握着筷子的手背，我忙垂头吃得更快些。于禁父亲因为工作并没有回来，整个饭桌都很安静。后来还是顾青先吃完回了房间，于禁戳了戳我，轻声问，你哭了？我放下筷子，没有，眼睛太热，有点流汗了。于禁有点不信，都说太热了，搞不懂他有什么不信的，难道我会因为见到那个女人哭吗？她不过是我亲妈罢了，真搞笑，我会哭吗？我才不会，呜呜，妈妈，呜呜。我回家的时候，我爸还在沙发上打着游戏，大约是为了好玩，他把他之前那一头黄毛染成绿的。我把从肯德基带回来的儿童套餐放在了他面前，然后回了房间。过了好一会，我爸大约是打完了，他抱着炸鸡腿敲了敲我的房门。怎么啦？今天看起来不太好，眼眶还是红的，哭过了。谁惹你了？没。我声音闷闷的，不怎么想理他。他眉头蹙紧，不是去同学家吃饭吗？怎么哭了？进来时关了灯，我在黑暗中蒙住被子。爸，我困了。隔着一道门，我爸声音忽然有些焦虑，乔小雨，是又有人欺负你了吗？没有。我声音闷闷的。乔小雨，说话。心里闷闷的，好半天，我才赌气似的回他，爸，我今天见到我妈了。这下外面安静了，大约是他难过了，我反而好一点。半夜，我迷糊出门找水喝时，我爸还坐在沙发上，没开电视，没打游戏。听见动静，他悠悠回头看着我，声音哑，你真见着了？
我觉得我爸快哭了，但他没哭，他只是有些委屈，裹着毛绒毯子缩在那儿，红着眼眶，沉闷闷的。不得不说，我爸是有点美色的，他红着眼，让得我看不下去了，接了杯水，错开目光，男子汉大丈夫，爸，你快40的人了，你自己调节一下，别让我来哄你。他挤出了一个极难过的笑，跟你妈一样狠心，你妈当年也是在生气，她也是让我一个人处理好心情再去找她。我淡然喝了口水，是吗？我不清楚，我也不太了解她。我爸顿了一下，抱歉，小雨。没事啊，我们这样也很好不是吗？反正也这么大了呗。其实你也把我管得挺好的，我无所谓呀，就是你自己别整天哭丧了脸就行。可能明天就好了，让你爹缓一下。似乎是想换一下想法，他忽然提出另一个问题。乔小雨，高考之后想好去哪了吗？想去南京。离家很远啊。我想试试一个人的生活。也好，大了吗？我爸起身伸了个懒腰，最后回了房间。我看着他这人生得漂亮又固执，他爱我妈，便一辈子不愿喜欢第二个。他爱我，也是花了所有时间，希望我拥有足够的被爱。他倒真的有点像故事里有些深情到偏执的男主，只可惜他和我妈是一个 B 结尾。我这人看小说一向尊重小说，深情没有错，可结尾是 B 也没有错。生日过了好几天，我才收到我妈寄过来的礼物，其实这些年她只是没来看我，礼物和抚养费却没断过。她未尝爱我，也未尝不爱我。我爸说我妈感情淡薄，她也尽力了。行吧，勉强接受这个解释吧。我只难过没2天就好了，毕竟我还要高考，我趁着最后关头拼命学习，我爸也跟着忙碌起来。他原来还会打游戏，现在有点时间就琢磨给我搞点营养餐。我在学校1天3顿饭他都来送，于静羡慕的都快成红眼病了。我爸和你爸的差别怎么能这么大呢？那当然，我爸是天底下最好的爸爸。于静再一次凑过来，乔妹妹，好妹妹，给我吃口鸡腿，喊得太恶心了，不给吃。乔妹，你还记得那年杏花微雨，我拼命把你从河里捞起来，我悠悠回头，记得，并且我还记得是你推下去的。我那不是被石头绊倒了，他最后还是从我这顺走了2鸡腿，我也无能为力，因为他就是那种氨基酸脱水缩合，太贱了。我和于静的孽缘是从12岁开始的，他那时候被石头绊倒，顺手把路过的我推进了河里。他这小子甚是骁勇，堪比当年吕布，当时他就一头也跳进了河里，他都不会水就想捞我。我自己练过几节游泳课，挣扎着游向了河边，一回头，他在河里边都看不见头，开始直冒泡了。最后还是我爸来接我，把他给拽了上来，只是我们俩都是湿淋淋的，他爸妈又因为太忙，电话打不通。最后一起被我爸带回家养了几天，我们就是那个时候认识的，后来认识了很多年。我高考完的那个下午，那是作为一个10几年的学生来说最轻松的下午，我看着路边的狗都恨不得亲2口。我出考场后，却看见我爸，他面前站着顾青，他看着我妈，眼里依旧是藏不住的欢喜。那是我爸的神明，无论再过多少年，无论再有多少改变，他依旧是我爸心里最真挚的神明。我没凑近，就远远的看着这一幕，不想去打破。我真心希望我爸能稍微跟他多待一会。不过很快，我爸就发现蜂拥而出的人群，他匆匆跟顾青告别，他大步走向大门，接过我的书包。小雨，回家了。好。你妈在那里，要回头去见见吗？不了吧。我爸看了我一眼，终究没有再劝。我今年18了，等我28或许会去主动见他，但现在不会。好吧。我就是还小，我就是还在生气，他不给我解释道歉，我是不可能原谅并认下他的。讨厌死妈妈了。高3那年暑假，我跟我爸去爬了珠穆朗玛峰，但终究因为各种原因没登顶。下山时路上天气已经算不上好，风雪交加中，我爸走在前面帮我开阔道路，四周时常会出现尸体。只是疲惫让人一时间没了悲切，我最后一段路严重缺氧，同行的夏尔巴人导游拿走了我和我爸的背包。我爸背着我，风雪间，他的肩窝还是暖和的，像小时候夏天的夜里去散步。回去的路上我玩累了，
他就是这么背着我回家。这次没有登顶，很大一部分都是因为我的身体不好。我迷迷糊糊，忽然就十分悲切地问了一句：爸，如果没有我，你会不会自由一点？没有你，我的人生并不会这般明亮。他声音在风雪中显得很小，但我却听得很清。乔小雨，不用太在意结果，我并不执着于山海，只是我觉得应该趁我还在，带你一起去看看。如果未来让别人带你走你没走过的路，我不放心。缺氧的人都是有点犯傻的，我迷迷糊糊笑了。爸，我很爱你。我知道。爸，抱点金币，太感动了，但没钱给你买礼物。你的卡里打了一笔钱，挑一条领带吧。能让我出去跟人装逼？好。我大学开学前半个月就去踩点了，我爸有点忙，最后是于禁和我一起来的。于禁那一头黄毛终归是染了回去，还搞了个微分碎盖，一身蓝白短袖，真就一夜之间从隔壁黄毛变成了清纯男狗。我穿裙子出门都跟他小妈似的，都有人问他我是不是他姐姐，他还真敢承认，对呀对呀，他就是我姐，我姐可凶了，你们快走吧。啊，微信？我没有微信，我一个学生哪来的微信？什么？我姐你们也喜欢？问我姐有没有微信？我姐也没有微信，而且她也不是女同，你们快走啊，不然我咬人了。我看着于禁本来夹着的声音变得逐渐崩溃，谢腰，笑死了。笑什么笑？乔小雨在笑我咬人了呀？哎呀，吓死了，真是好怕哦。我爸是我们到了1周后来的，他带着我们俩各种请客吃饭认识人，直到开学。我爸是真能装啊，20多度的天西装革履，就是为了送我的时候装起来。直到我室友问他要微信，他才擦了擦额头大的汗，脱了西装外套，扒拉下打了发油的大背头，试图重新做回一个和蔼的大叔。但另一个室友立马眼尖的认出来，叔叔，您之前是不是玩 cos 穿露背西装？我是您的。我爸瞳孔放大，他是一刻都没停，汗流浃背的带着我跑了。后来他走了，舍友们笑眯眯的把我围了起来。小雨，我们管你叫姐，你管我们叫妈怎么样？这下轮到我擦了擦额头不存在的汗，小声拒绝，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大学的生活很简单，但还有很多好玩的小事。比如来学校的第1个月，我爸又给我打了一笔钱，让我在学校好好活。我当时就一把拒绝了，我说我已经长大了，以后会自己兼职赚钱。然后月初的我是心高气傲，月末的我看着余额，那是我看不清的未来。我立马给我爸打过去了电话，私密马赛爸爸酱，哦哈哟，我是乔小雨呀。说人话。我痛心疾首，爸，我真的发现月初的我太装了。缺多少钱？感觉你给多少都能花完。大学生的钱就很莫名其妙，好像也没花，但就是都花完了。我爸索性也不1万2万的给了，打了20多万，还顺带给我在附近买了套房子。我去找辅导员办理外出住宿，辅导员皱眉问我为什么要在外住宿。我犹豫很久，还是如实开口，我爸给我在附近买了套房，不住可惜了。辅导员大手一挥 ，vocal， 我要有房我也出去住，批。听说我爸这段时间搬到武夷山打太极去了，哪听说的？我爸的微博专栏听说的。上了大学后我才发现我爸玩互联网，并且极为熟练。他的账号好像很早了，各种日常照片，往前翻，甚至还有我满月酒的照片。最早的一张是他拍的我妈，隐约可见的美人，没有配文，那像素模模糊糊的，估计是他认识之初。大约是微博玩的早，他本来就有一批粉丝，后来因为我生日的 cos， 又有一批看文的闻着未来了，他的微博出乎意料的热闹。不过我爸在武夷山拍的照片可真做作的，有一股茶里茶气的，可能是在茶山旁边，可能也很正常吧。而相较之下，我的大学生活就很简单，上课下课，没事学学二胡，搞搞自媒体。某天，于静给我打电话，小雨，我谈恋爱了。挺好。我一边调着二胡的弓弦，一边回答他，他好半天才又开口。我周末带女朋友见见朋友，你要不要来？不去。他那边忽然停顿了一会，忽然又别扭开口，为什么？乔宇，你不会喜欢我吃醋了吧？不然为什么不来？我定了一下，忽然放下二胡，于禁啊。
你不必搞这些弯弯绕绕的，我不喜欢听这些。乔宇，我只是想邀请你。于禁，我是很贱的东西吗？你和你女朋友的亲密场面，不管咱俩是不是朋友，我应该上赶着看吗？我没有这个意思。我烦躁地挂断了电话，继续调自己的二胡。很快，于禁的微信发过来一个委屈的表情包，哭泣。小雨，我错了，没有女朋友。乔妹，你回我一下，我保证没有下次了。是我们宿舍的军师让我这么给你发，说刺激你一下，能看出来你是不是喜欢我。我看着微信，又打过去一个电话，于禁秒接。我开口，在宿舍对吗？那边立马嗯了一声。行，现在出去，去一个没人的地方。好。隔着电话，我听见他下楼的声音。乔小雨，我现在在操场。开免提，你听清楚。好，于禁啊。如果你不喜欢的朋友跟你表白了，你还会一直跟他联系吗？不会，肯定会避讳一些，那我躲着你过吗？没有。你说大学想跟我报一个城市，我拒绝了吗？没有。你说要和我一起来上学，我推辞了吗？没有。你还联系了我一起来。我终究是调好了音，又轻声问道，我和其他男生有过暧昧吗？没有。于禁，你是白长的脑子吗？我听见那边闷声笑着，乔小雨，你喜欢我，恋人的那种喜欢，而且只喜欢我对吗？是啊。你呢？我想和你过一辈子。我笑了一下，于禁，不用一开口就是一辈子的，我会自己会斟酌，我永远有被爱的勇气和放弃被爱的勇气。嘿嘿。嘿嘿，乔小雨，我爱你。手下的二胡重新拿起，拉了一个婉转的音色。知道了。乔小雨，我想见你。可以，不过在那之前先把你的军师照片微信发给我，我给他介绍个女朋友。好。我看着微信推过来的人，军师啊，巧了不是，我们宿舍还有个军师没女朋友呢。我倒要看看，谁晚死谁。番外，乔爸过去。乔赫打小就是品学兼优的好孩子，也一直是妈妈最大的骄傲。而在乔赫的记忆里，他的童年从不敢去回忆第二遍，父亲常年酗酒，一回家就是殴打妈妈和自己。碎裂的酒瓶、辱骂声、争吵声和父亲踹在母亲身上的声音。但他并没有挨过打，因为每次爸爸要打他，母亲都会赶紧跑过来抱住他，你要打就打我，别碰孩子。小时候的乔赫就那样被母亲抱在怀里，眼睁睁地看着母亲被殴打得遍体鳞伤。爸爸打累了就睡着了，乔赫则是小心给母亲擦拭着伤口，擦着擦着就哭了。妈，小赫不哭，只要我们小赫不受伤，妈妈就开心。我们小赫要好好学习，要给妈妈争光，这样你爸就不敢小看我们母子了。小时候乔赫的学习一直很好，他是班里面最努力的孩子，没有交际，也不爱说话，一直在学习、做题、练字、重复写作业。每一道错掉的题都被他不停地重新抄写重做。小学的乔赫能做到6年考试都是满分。老师们一边觉得这孩子听话省心，一边又觉得这孩子有些过于安静了。有老师忍不住跟乔赫妈妈说过这件事，反倒被乔赫妈妈骂了一顿，你们老师的别太心黑，看我儿子学习好就撺掇我儿子去玩，我看啊，就是你们孩子想跟我们孩子争第一争不过，才想出这种坏良心的法。老师被平白无故的骂了一顿，自然是不肯再多说什么。而乔赫也是依旧这个样子，安安静静的学习，放学回家看着母亲被打。他曾小心翼翼的问过母亲可不可以离婚，母亲当时震惊的看着他，不能离，离了谁养你？妈妈就是为了你，也怎么都不能离婚，才心甘情愿受这些伤的。这些话敲碎了乔赫所有想法，他看着妈妈，妈妈一身的伤，慈爱的摸着他的头。我们小赫一定要好好学习，上个好大学，这样那些平时说咱们的长舌妇肯定能气死。妈，如果考不上呢？怎么会考不上？小赫，这关键时刻你可别放松，一定要考上，妈妈等着你考上后好跟妈妈光宗耀祖的，就当妈求求你。乔赫后来在高考前3个月拿了省模拟第6名，他没敢回家，义无反顾的从学校最高的那栋楼跳了下去。那年的乔赫18岁，被楼下的歪脖子树接了一下，所幸没大碍。醒来的乔赫被妈妈骂了一顿，最后又送回了学校。
班主任又偷偷摸摸的以竞赛为借口，带着他去北京看了心理医生。乔赫就是在那里碰见的顾青。18岁的乔赫几乎在面对22岁的顾青时，几乎被看得一清二楚。他不想面对的心理问题，都被这个医生以一种平淡的方式诉说了出来。他爱上自己的心理医生几乎是那么的顺其自然，又爱得那么的狂热。他可以在顾青的门前站一宿，只为早晨给他说一句早安。他的医生并不排斥他的这种爱意，所有医生都会拒绝发生医患关系，唯独心理医生不会。他们要完全了解这个灵魂，要获得最大的信任，有时候就无法避免一种简单快速的方法。而乔赫也真的是一个很漂亮的少年，18岁，青春，漂亮，聪明且真挚，你情我愿，而且成年，这对顾青来说甚至没什么心理负担。直到乔赫的妈妈找了过来，乔母是一个在家不敢反抗，在外却极为泼辣的人。他撒泼，他报警，他甚至闹到了顾青的家里。顾青这个京城大小姐看着这些操作却看乐了，他看着乔母只是笑了笑。乔赫是不可能再交给他的，否则1个月、2个月这孩子会再次自杀的。顾青最后跟爸妈说了一声，爸妈第2天搬家了，而顾大小姐也十分利落的转身带着小男朋友乔赫出国了。乔赫半辈子最大的叛逆就是选择跟顾青走，他走得十分利落决绝，甚至没有再见妈妈一面。而乔赫这辈子最开心的就是在家里当家庭主妇那几年。顾青当时在外读研，当时有了乔小雨，热恋期的2人都选择生了下来。那时候顾青就在外上学，而乔赫在家做饭、打扫卫生、照顾孩子。互联网刚刚兴起的那一段，他在网上炒股票赚了第1桶金。他这人做事是宁可不赚，也求一个稳。那一段，凭借着这个稳字和自己的学识，慢慢的他有了自己的小金库。顾青从来不是一个长情的人，他能跟乔赫在一起6年都让他觉得惊讶。回国的第2年，说不清是烦躁还是怕，总之他想离开了。那一年女儿4岁，他甚至没敢跟乔赫说。28岁的顾青是有些怕的，他怕他说完乔赫真的会哭，可他不能留下来。他始终怕自己的未来会变成一眼可见的模样，所以他一个人偷偷的从这场6年的时光里溜了。他以为他之后还会有时间，有机会经常去看女儿，可刚踏入工作那段太忙，后来有时间却不敢回去看了，因为太想了，所以不敢看。他怕忍不住再回到那种他害怕的生活。每当他闲下来，就会去逛逛乔赫的微博。乔赫在他刚走时断更了2年，后来又接上了。他的微博里有女儿，有自己，还有工作，他们的生活似乎也挺有趣的。他承认是有一点羡慕的，可他现在走的路也不差，他终究不后悔。他永远不会后悔，他只是控制不了的想念。直到乔小雨18岁那年，他真的想回去看看。顾青和于禁父亲是一个大院长大的朋友，他索性就直接住在于禁家。那天于禁说要带朋友回来吃饭，他怎么也不会想到于禁带回来的朋友是乔小雨。顾青看到乔小雨第一眼就认了出来，他怎么会认不出来？那是他念了好久的女儿。乔赫发的每一张关于乔小雨的照片都存在顾青的手机里，他怎么会认不出她？乔小雨大约也认出来他这个妈妈了，他看见乔小雨哭了。即使乔小雨垂着头，顾青还是看见小姑娘通红的眼眶和那几滴没忍住的眼泪。顾青最后选择了回房间再哭，他做不到与女儿重逢后抱着哭的场面，那是琼瑶剧才会有的样子，而女儿估计也做不到这样，见到了就很好。2人最终都默契的没有开口打乱对方的生活。他那天翻微博，看着乔赫发的 cos 图，忽然乐了，他怎么还像个小孩？后来顾青给乔小雨的生日礼物是寄过去全套的纸质版小说。乔小雨后来把妈妈送的那些小说偷偷藏起来了，藏在了床下隐秘的柜子里，那里面摆放着妈妈送的所有礼物。番外，乔赫，我已经很多年没见过顾青了，但看见他时还是笑了。姐姐，你什么时候回来了？最近。他别开眼，眉目却带了温和的笑意。他当年也是这么对我笑的，我只看了一眼便就移不开眼了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他一如当年那般自由，什么都困不住他，他不受家庭、社会、人言的束缚。他这辈子就该是这般，我留不住我的神灵，
但别人也留不住。我笑得更开心了，最好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留住他，如果以后真的有，那我不保证自己会做出什么。我伸手像很久以前一样握住他的手指，他手指很凉，即使在炎热的夏天。姐姐还是体寒啊，不可以吃冰的，多喝点热水。姐姐怎么不来看我？我好想你的。小雨也是。其实我经常见他的，我会送小雨上完学开500多公里，看到他，然后心满意足的回家。他也会常见到我，毕竟我的微博那么多照片，他每天都会来访问。怎么会远离？还有我穿露背那个西装，就是打着 cos 的旗号发给他看的，他访问100多遍了，看来很喜欢，下次还拍。老婆都跑了，怎么可能不疯啊？不过当个变态的感觉真好。当然女儿还在，我可是孩子的榜样。哎呀，女儿考完了，我走了2步，回头看着顾青。姐姐，我先去接小雨了。下次再见。下次再见。姐姐，下次再见，总不能这么简单分开了。不过以后时间还长呢，姐姐，不急。作为一个爸爸，我对乔小雨挺愧疚的，明明我当初那么憎恨喝酒的爸爸，怎么自己又成了这个样子？乔小雨从出生就很乖，小小的一团，不哭不闹，他吃饱了就爱睡觉，7个月的时候就会奶声奶气的喊爸爸妈妈。他1岁02个月的时候，第一次学会走路，我在他身后看得心惊，生怕这个小团子摔倒一点。可小团子走了2步回头，看见他身后的我，又一头扎进我怀里，爸爸抱。我总觉得养大一个孩子很慢，但第一次意识到乔小雨快长大时，是他初2的时候。他那天在学校出了点问题，我回去的时候背着他，他看着还像个小孩子，我却忽然发觉，我可能陪不了他几年了。能再有几年呢？4年后他高中毕业，他会去上大学；8年后大学毕业，他会去工作。等他大了，就算不嫁人，但那时我又有多少时间再看看他呢？一种莫名的焦虑就忽然升起，我不仅居家办公，我甚至看了无数育儿书籍。我想在剩余不多的时间里多陪他一点，就算以后他离开，也不后悔自己带教他的不够多。可是学的越多，我就越崩溃。孩子的性格很大一部分是童年决定的，而他的童年和我的童年几乎一模一样的安静，而我不可能再让他变成我那样。我索性彻底把公司委托出去，很大部分时间我都在陪他，我试图以各种样子来和他交流。直到某天他怒了，爸，你要再染着这个黄毛骑着鬼火来接我，我就跳车。吓得我当天就去染成绿的，只是他好像依旧不满意。我照照镜子，非常满意，绿色是比黄色显白多了，拍个照片发个微博让老婆也看看。而另一边的顾青看微博很久才叹了口气，前夫小时候是太压抑了，37岁才有了叛逆期。番外于禁。我小时候问乔小雨，他喜欢什么样的男生？乔小雨当时想都没想就说喜欢他爸爸那样的男生，后来我就一直暗戳戳模仿乔叔叔。我模仿的也很像啊，你看我这黄毛不就和乔叔叔染的一模一样？你看我这小皮衣也和乔叔叔差不多吧？但我去表白怎么就被拒绝了？难道是因为我没有鬼火？可我爸不给我买呀，他说我丢他的脸，真是神奇，我爸居然还有脸，他包养4、5个情妇的时候怎么没说自己要脸啊？我那同父异母的妹妹就比我小了3天，他居然说自己要脸，自己要脸就别干那丢人的事，恶心。后来高中毕业，我和乔小雨去南京，出发前一天我被乔叔叔拉走了，乔叔叔让人给我把黄毛染回了黑的，还搞了个微分碎盖，最后他亲自又带我去买衣服。于禁啊，叔叔是看好你的，但你多少也要有点审美，我女儿的喜好我是懂的，去吧，就这样。这样可以？我有点狐疑，这是不是打扮的有点小了？乔叔叔笑了一下，可以，他和他妈什么眼光离奇相似，他喜欢什么样的我不了解，但他妈我很清楚。